请主持人赵川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走进暴龙眼镜爱情保卫战。我们的节目是由 Bloom 暴龙眼镜冠名播出的。本节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。休闲旅游找途牛，下载途牛 APP， 手机预订更便宜。选择幸福，选择亚赛和来盼盼，盼盼到家，安居乐业。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，在这里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关注节目信息，请关注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、网易娱乐、凤凰娱乐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PPTV、聚力、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爱宝粉丝下载使用天天圈，提出情感问题就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得到涂磊老师1对1的解答。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实时互动，并分享至朋友圈，就有机会获得实物大奖。今天请来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于继静于老师，欢迎于老师。影视演员李勤勤李老师，欢迎李老师。华谊嘉信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，欢迎曲老师。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，欢迎涂老师。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俩相识呢是在一次活动上，当时第一次看到他呢，就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。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，我发现他对我的管束和要求越来越多。他就是个孩子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保护他，应该去照顾他。平时我们出去逛街的时候，化妆也不让，吃东西随便吃点东西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。在工作上也是这样，我对他这些要求，很多时候他是不理解的，因为我觉得他毕竟比我小3岁，在某一方面可能还不够成熟。现在他提出要求让我和他一块去西安生活，我觉得我现在和他能不能在一块都成问题。他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我完全不能接受。爱情不能只听你自己的啊，听着还有点糊涂。其实看这个小片大致的脉络，我相信已经清晰了。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童26岁，来自甘肃，是一名模特；女嘉宾小慧23岁，来自江西，也是一名模特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愿意在这个节目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愿意。认识多久啦？认识可能1年半的样子吧。恋爱多久啊？1年。在一起感觉好吗？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还是挺细心、挺关心我的。时间长了，我就觉得有些问题可能慢慢浮现出来了。现在我就有点跟他过不到一块去了。他都怎么了？你就跟他过不到一起去了？就是太霸道了嘛，有点蛮横，又不讲道理之类的。有一次，我没有霸道。我朋友让我出去玩，他喊我去郊游，已经叫我好几回了，我都拒绝他没去，是吧？都是因为你不让我去，对不对？我想先说一下，你那些朋友都是什么朋友？他们平时都是混酒吧圈的，咱们都不去酒吧，他们对吧？他只是让我出去逛街，怎么就不行了？你也不让，我就拒绝好多回了。你看看他们，一到夏天穿的跟刚从澡堂子出来一样。哎，他们给你挑的那些衣服能穿吗？我又没有穿成那样。那我朋友喊我出去玩那么多回，我就给他商量，我说，要不这一回我就去吧。他不同意，我就偷偷去了。完了，他就发现我不对劲，就老给我打电话，我就接了。他说你在哪？我说我跟我朋友在外面泡温泉呢。他就说，那你发个位置给我看看。不行，你还得给我来个照片什么的。我就说为了他放心嘛，我就给他发了位置，也拍照片了。我以为这会儿就没事儿了嘛，结果我跟我朋友出来，我就看见他站在那门口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尴尬。我那天就直接让他带走了。我是一直都是觉得他那些朋友平时就疯疯癫癫的，会把他带坏。所以我其实并不希望他跟他那些朋友在一起玩。那你也不能让我们不联系吧？偶尔出去一次怎么就不行了？也没有让你们不联系。再说了，一群女孩子出去玩多危险呐！景区又那么多人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去就是为了保护你。你担心我这个，担心我那个，那我跟你在一块，你也不能不让我玩手机吧？一拿手机你就说我，你又拿手机干嘛呀？你说我拿手机，我能干嘛呀？你说2个人待在一起，你干嘛要玩手机啊？2个人在一起说这话干什么不好，对吧？对吧？他有的时候有事儿跟我说呀，这个找我一下，那个找我一下，我又没有经常拿手机出来看。有什么事儿打电话不能说吗？打电话说不方便嘛。打电话都说不清楚，你发短信能说清楚啊？这文字功底
个是有多好？不是，现在不都新聊微信吗？你不能登我微信，把我微信里看着碍眼的人都删了吧？那也有可能有我朋友啊。那些人都不怀好意。怎么就不怀好意啦？有事没事的找你聊天，有什么好聊的？谁有事没事找我聊天呀？都跟你似的。我找你聊天不应该吗？那肯定有事才找我呀。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大过年的他回老家了，我一个人在家待着，我就说拿个手机抢抢红包吧。今年不是都流行吗？你说谁没抢过红包？你抢红包抢多少钱？你先说。不是，我坐在家里面抢个100块钱给我自己买东西，怎么就行了？你差那100块吗？我差了100块。我给你。我不要。再说了，那些人为什么发红包？又不是你的朋友，对不对？都是不怀好意，你懂吗？不是，我抢个红包怎么了？我又没犯法。我抢了800多的红包。资料上面写2位都是模特是吧？对，模特现在有很多种啊，平面嘛，屏幕需要很多的人脉吧？其实我并不想让他做模特这一行，因为众所周知嘛，这一圈其实蛮乱的。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。不是他的圈子乱，我圈子可不乱啊。我圈子不乱，我又不去酒吧什么的，我圈子不乱。我圈子也不乱，你担心什么呀？不是，主要是现在有很多人啊，都是肯定是也觉得模特漂亮嘛，身材好，都是不怀好意，知道吧？行了，微信这事儿就过了啊，就不说了啊。是。总知道这个男生好像对女生管的是比较严一些的啊。生活上他也是管7管8的，我看见一件裙子挺漂亮的，他就嫌那裙子太短了呀，或者怎么样了，他也不让我买。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他打扮太性感。你不让我穿成这样，那就算了。那你吃东西也管，我跟你走在街上吃个路边摊，你又说这东西不干净。那路边摊干净吗？还吃路边摊？我没有每天都吃吧。我吃个东西你还不让啊？不管他是每天吃还是偶尔吃，你吃一次他就对你身体不好。那你不能这个也管那个也管啊！你现在弄得我是这个不敢穿那个不敢吃的。那回我活动结束以后，我忘记带卸妆的了，我们俩走一块儿，你就硬要把我的睫毛给撕了，假睫毛。不是这个撕假睫毛，一个是可能我当时也比较好奇，对吧？再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原因？这有什么好奇？你自己平时不也那样撕的吗？你贴着那个假睫毛多难受啊！再说了，化那么浓的妆，脸上跟顶着个水泥壳子似的，你不难受啊？你有这样水泥壳子长这样啊？太可爱了2位啊！工作上你也管，大家都是做模特的，你又不知道我现在做什么，接个工作什么的，我都问他，我就说这个能接吗？那个能接吗？不行，不可以。每次都跟我来这一套。完了，我还要问什么活动呀，谁的呀，穿什么衣服呀，做多久啊，什么性质啊，问得一清二楚。这都算了，还跟保镖似的，往我旁边一杵，跟什么一样？那我不是为了保护你吗？不是，你也不能这样吧？咱们都在一起快1年了，对吧？你就现在都还巴不得每天26小时跟我待在一块儿呢，有那么粘人吗？每天有26小时吗？你那恨不得一天再多2小时出来。那也合适啊，人家很多女的还希望自己男朋友粘着呢。一天不就24小时吗？我不用睡觉啦。那我粘着你不也开心吗？刚开始的时候你不是还觉得我这样粘着你好？那你后面也管太多了嘛。你现在也不工作是吧？工作啊。那怎么会24小时粘着他？不是，因为我们俩的工作比较自由，一般就是我有活动，他没有活动的时候就跟着我，他没活动，不是我跟着你，是你要我跟着你啊。那回车展上他说那个车展时间太长了，工作时间，他要陪着我一块儿。我说那你来吧。结果我那会儿正在站车的时候，他上来前面有一人给我拍照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上来还得怼别人。不是这个事儿我就要解释了哈，想到这个人我就得骂街。在他对面那个展位拍人家一个女孩子的事业线，我看到然后他又跑过来拍他。你说自己的女朋友谁不保护？我肯定保护，对吧？那你跟人好说，人家又没对我干嘛？那孩子太猥琐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跑过来拍我，一开始我也没跟他说什么，我就站他前面挡着他的镜头，然后他就走到我另外一面，然后我又走到他前面挡着他镜头，然后他直接居然敢问我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你想干嘛？然后我当时肯定要发飙啊！我说你再拍我揍你！他当时还顶嘴，我就推了他一把，然后他就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这我哪里揍他，只是推了他一把而已。不是啊，我就说你怼人家，我也没说你打人家。我这算脾气好的，如果给一个脾气不好的人，直接就歇他了，知道吗？不是人家车展，人家给模特和车拍照，招你什么了？不是，他是拍那种很猥琐的照片，你知道吗？离得超近。哎，不是，那你隔壁展台你怎么说？你给你那个朋友录那个视频，人家走他那个镜头前面过，他上去他就这样。他就把人的头给摁开了，你也什么不好好给人说，你就站在那拍。
那个人呐，我在那儿拍了半天了，他在我前面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他逛街呢是。那你说，不是车展，那不就是逛的吗？他长那么大眼睛出气的是吗？我在那儿拍那么久，他看不见了，那我肯定得把他拨拉开啊，对吧？不是你好意思说，就因为你这些破事儿，你现在在我们那圈子里，你都火了，人谁看见他跟我走一块都说你们家霸道总裁来了，他还好意思嘚嘚瑟瑟把这个什么微信名字呀、什么网店名啊，全都改成什么霸道总裁了。这霸道总裁是你那些朋友给他起的是吧？他自己给自己起的，搞笑吗？行，这有什么搞笑的？好，听明白了，反正在一起呢也幸福，但是也吵吵闹闹，是吧？对。双方父母都见过了吗？他见过我父母，我要去见他父母，他始终不让。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事哈，我经常在朋友圈发我和他的照片嘛，我就没见他发过一回。我是不是给你丢人了，还是怎么着了？你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呀，还是怎么的？不是我不带你见我爸妈，是咱们现在这样的情况根本就没法见。我现在和你感情都出现问题了，我都不知道还要不要跟你在一块儿，我怎么见呀？而且你工作也不稳定，你都和我吵成这样了，你这么霸道，你一点自由空间也不给我，我怎么带你回去啊？可是我不是说只做模特呀，我还做别的呀。我不是有在外面也有接3场主持吗？对呀，问题是我们俩现在感情有问题啊。可是我不觉得有问题，而且我确实都是为了你好，对不对？你为我好，你也得适当的考虑我吧。作为一个男的，是不是得照顾自己的女的？不是，你不觉得啊？主持人，我跟你讲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前段时间还跟我说要我跟他回西安去生活，我觉得你这样就实在有点太过分了。我带你走是因为我想好好照顾你，因为我觉得我家在甘肃，你家在南昌，去西安这个位置咱们俩都方便。其二，我不想你工作。是因为你看看你之前找的那个工作，人家让你干嘛？端茶倒水扫地。我觉得我不允许别人对你这样。哎，不是，那我觉得我要照顾你。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就是因为你不想让我干这个。我每次出去接个活动，你都要说这个说那的。我不想让别人对你吆三喝四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女生会觉得他控制你控制的太厉害，是吧？对。如果他再这样下去，你是一定要分手的。对。他要改了呢？改了要看他改怎么样了呀？哎，你客观的说说，这小子对你怎么样？好吗？挺好的。好了，那接下来问题就交给4位老师了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童，即使是情侣之间，包括家人之间，也有一个度。我动你的东西你不舒服，那我动你的思想，我动你的价值观，我改你的习惯，人家也不舒服。所以呢，帮他得建立在彼此尊重的情况下，你非常爱他，但是呢，对方呢承认你爱的同时，却想往外逃，习惯即使不好，也得慢慢改，以他能够接受的方式改。发脾气可能来的效果更快，但是效果却不持久。那我们说说小慧，刚谈恋爱的时候，男朋友管你这管你那，多关心呢，很幸福，对吗？但是后来同样的管，就觉得烦了。在这里面也得承认，有的时候呢，你也享受了那份被管的一种温情，所以呢，慢慢成为一种惯性了。所以今天你不舒服了，但其实你也有你的选择。我现在给你一个指令，坐在地上，坐在地上，看不会拒绝我吗？对吧？在这种场合怎么能坐在地上呢？你是这个不雅行为，你看你也会拒绝。他有他的问题，但意味着有的时候也是你培养出来的。在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问题的时候，你可以坚持一下。比如这个事儿，我就这么定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可能最后你都妥协了，最后呢，妥协到没有地方可妥协的时候，你最后可能逃之夭夭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坚持一下，对你对他可能有好处。我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是可能有你性格里面偏执的一些东西，有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，但是别人告诉你了哈。我就挺羡慕你们的，还有机会上这儿有人跟你们说这些事儿。我觉得你应该早一点就是跳出来，能够客观的看自己。否则的话，我刚才听这个话哈，可能我这人性格也急，我就恨不能给这姑娘就拉走，跟妈回家，我都有这种感觉。还有你有些观念我也不是特别赞同，比如说他很独立这种性格，他想去做事情。有的时候人生有一段阶段，他找不到更好的工作的时候，他去一个餐厅也好，去一个咖啡馆也好，他去给人家什么扫地擦桌子，有什么可丢脸的吗？我不是觉得丢脸，是我心疼他，我不想让别人那样。所以你的性格有偏执，像那个沙子一样，抓得越紧流得越多。
好好的，两个人都需要反省。谢谢李老师啊。女孩，男生说在你的微信的朋友圈里，你从来没有发过跟他在一起的照片，不带他去见你父母，所以他才做了一次又一次的过分的行为。但是坦白说，他做的有些行为，我是要竖大拇哥。就像在那个车展上，对于那种龌龊男人的行为，我觉得很赞，就是需要这样的人。为什么有那么多丑陋的人存在？就是没有人当时制止的。有些事情他是做过了，的确是他的问题。但是这些问题，男孩，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因为你现在不成熟，类似的事情我做过，因为我老婆以前也是模特，曾经我也是会跟着她去参加一些活动，我也是怕有些别有企图的男人对她有所不敬的行为，我在你这么大那会儿也做过类似的事情，只不过你要知道如何能够让你有安全感，照顾绝不是说要盯着，时时刻刻都要让他在你的视野之间，绝不是。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不想让他去做模特这个职业，你可以慢慢去试图去改变，你可以闯出一片天地，为他撑起一个平台，可以让他踏踏实实的去选择，这是你要做的，而不是横加干涉。当时我让我老婆换职业，也不是说横加干涉，说不行，你看这样人出现了吧，以后不能做街上的活，不是的，我可以继续陪你，保护你，我可以给你尺度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但是他如果看到了你的这种诚心，包括他有信心去转变，自愿的去转变，他是会变的，所以不要操之过急。另外，你要真正的想好自己如何能撑起一片天，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只先做一些收入不稳定的这种工作，他没有安全感的。包括他之所以不带你去见他的父母，背后也有这方面的因素，你要考虑，不要贸然的带他去一个陌生的城市，然后呢重新开启一片空间，那是想象。所以说要脚踏实地的做让爱人安全的事情，你也会安全的。我想问一下女生，如果有一个比他条件更好的男生，比他帅，比他踏实，最关键的是他比他对你更好，你会考虑吗？我一开始认为是个自由的问题，获取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去撞墙，把墙撞倒了就可以了。你别唧唧歪歪的说，哎呀，我要自由，然后又躲在墙里边不做声。后来我发现不是自由的问题，是个临界点的问题。你们一上来在那吵，我心里就在默念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就快了。我所指的就快了有两种意思，第一个是你就快被征服了，没声了，没脾气了；第二个就是这种平衡要打破了，而这个临界点就是一个人的出现。如果有一个男生样样都比他好，最关键的是他没有像他这样去限制你，而是尊重你，包容你，而且是一直对你很忠诚，你会真不考虑？我真不相信。正常人都会考虑，但是问题是这个临界点的人会不会出现，就成为了你们接下来关系转变的可能。而这个临界点本来可以不出现，却是男生造成。你本来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逼得急到这一点上，让有人可以趁虚而入，但是你恰恰把这种矛盾激化在了这个位置。当一个人不断的去追求一个人的时候，被追求的人往往不清醒，他会认为，哎呀，我这么好吗？你难道将来就是这样对待我吗？其实你这样的方式是让他自己认清不了自己，可以让别人趁虚而入。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愚蠢的人，就是自己亲手把自己逼到绝境，所以你就是这么笨。如果你一直给他一点包容和宽容的话，我相信如果有那样的男生出现，他的抵抗力应该是很好的，因为他没有感觉到危机感，他没有感觉到10万火急，是吧？我跳还是不跳，他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，但是你把他逼到了那个边上。所以有的时候放一放，你追那么紧干什么？你就像那第2名跟第1名之间，你要追得太紧，第1名老是觉得，哎，你就差我1步，是吧？我赶快跑，千万不能让你超过我。你悄无声息的离他个2、3步，突然之间窜得过去。如果有这样突然之间窜过去的那个人，你就完蛋了。所以说，不要把自己逼到那个绝境，适当的放松一点，让人家喘口气儿，好不好？适当的放一点空间，你自己也挺优秀的，怎么老是感觉自己特别自卑呢？现在男人怎么了？就感觉好像拴不住一样，男人特别能吃醋，现在有点自信，好吧？就这样。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真爱的。就如果我们连这点东西都幻灭的话，都不去信的话，
那你就自己给自己紧张。就是涂老师最后说你的，无形当中你树了很多的敌人，不是他们打趴下了你，而是你把你自己打趴下了。别那么紧张啊！姑娘也是哦，有时候别得了便宜就卖乖，所以人差不多就得了啊。剩下的时间给你们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。以前咱们俩不挺好的吗？一起有过很开心的时光，一起旅游，你还喜欢我扛着你一起逛，对吧？既然你觉得我有这么多的毛病，那我愿意为了你改。只要你喜欢，我还是愿意一如既往的去保护你。不论时间怎么过，我一直都是你坚强的护盾。我还是觉得就是咱们的关系需要再考虑一下。我会在这里等你出来。来，请亮灯啊！现在请两位交换你们的秘密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这就像无数个这个嫉妒的故事一样，因为爱而产生了嫉妒，因为嫉妒而让被嫉妒的一方产生了压力，导致了一个爱情的一个危机期出现了。女生会出来吗？来，5、4、3、2、1。成功牵手嘉宾将获得 Bolon 暴龙情侣太阳镜。Bolon 暴龙眼镜提醒您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就是爱你爱你，如必须如你。疯狂的爱，看到没有？来，就是爱你爱着你。难怪跑得比兔子还快呢。我找了一份朝9晚5的行政工作。那种感觉就……哎呀，曲伟说你说的真对啊，你真是没事儿可干。男生的秘密你知道什么？我在秘密策划5全你前20年的生日礼物，浪漫哈。